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订婚宴上，女友突然提出要我把房子过户给她，被我拒绝后，当场就翻脸跟别的男人扬长而去。可她怕是忘记了，她能上大学都是我供出来。既然她如此忘恩负义，那我倒是要看看这笔账她还不还得起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许然姗姗来迟的时候，服务员已经上来催了3次了。我妈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看，催促我打个电话问问。你看，要是然然有事，就改天吧。毕竟她看了一眼旁边坐着的人，叹了口气：妈，马上，我再去看看。出了包厢，我就奔着大门去了。许然的电话我已经打了无数遍了，一直都是关机状态。我担心他手机没电，找不到房间号。可一出酒店门口就跟他撞了个满怀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手机没电了，我妈他们都等了好久了，外面冷，先进去吧。我赶紧去牵他的手，想着包厢里的尴尬场景，脚下也加快了步伐。可他愣在原地没动，反而是我被拽了个趔趄。我不解地看向他，询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没有，我只是有事想跟你说。他有些冷漠地推开我的手，转身直接坐在了大厅的沙发上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不耐烦起来。订婚可以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，而且她那种情况，我也得给自己一点保障才行。听他这么说，我立马表态：你放心，3金晚上就带你去买，还有彩礼回去就打你卡上。我说的真心实意，许然却依旧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。他从包里掏出了一直响个不停的手机，回起了消息：我要你把锦绣苑的那套房子写我名字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心里虽然有点不舒服，但转念一想，以后她都是我老婆了，加个名字也没啥。当听我说可以加她名字的时候，许然这才从手机上抬起眼皮：我是让你把那个房子过户给我，不然订婚的事你就别想了。说着，他伸手拨弄了一下打理得很精致的卷发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就迷茫了。眼前这个提着名牌包、穿着精致的都市丽人，真的是那个我从山沟沟里供出来的纯洁小白花吗？此刻，她像极了一朵妖艳的玫瑰。不行，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她的提议。那个房子是我妈买给我的，是她一辈子的积蓄。如果我就这么拱手让人，哪怕是她亲儿媳妇，我妈肯定心里也不会舒服的。不过，然然你放心，除了订婚，今天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。至于房子后面，我再给你买一套新的写你名字。噗，你哄小孩呢？就你那几个钱，能买一套就不错了，还有钱再买。装逼！听到他这粗俗又恶毒的话，我一时间真的不敢相信，这是许然，我相恋多年的未婚妻。见我迟迟不说话，他冷笑一声，站起身来。我这才发现，今天他还穿着某奥家经典的漆皮小高跟，上一秒还摆着臭脸的他，像是看到了什么，冲着门口就扬起了一个甜甜的笑容。行了，房子你也给不起，这婚你也别定了，还有没事别给我打电话，没空。说完不顾我哀求，踩着高跟鞋大步流星地走向了门口刚刚停稳的小轿车。直到我妈的消息发过来，我这才回过神。所以他许然是嫌我穷，给不起房子，明目张胆地劈腿了。他可真该死啊！这几年的大学怕是都读到狗肚子里了。订婚宴草草收场，原本准备好的计划也不了了之。我妈呕得掉眼泪，我心里也气得不行。勉强送走他们后，我就赶紧回了我跟许然一起租的房子里。果然少了不少的东西，他
他过生日我送给他的那些名牌包，还有我妈送他的一个玉镯，总之就是值钱的都拿走了，剩下的都是一地狼藉。之前一起逛夜市买的情侣 T 恤被随意的扔在地上，上面脏兮兮的，不知道沾的什么东西。我记得那还是我存了半个月前给他过生日买的。我跟许然是一个地方出来的，我比他大1届，认识他是因为他在图书馆捡到了我的钥匙。等我冒着大雨返回时，已经闭馆了。他一身简单利落的牛仔裤配衬衣站在那里，不用任何修饰，就很好看。出于礼貌，我请他喝了东西，一来二去就在一起了。当他告诉我他想要考研时，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那天晚上他依旧闷闷不乐，在我再三追问下，他才抽噎着道：我妈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家里已经没办法让我继续上学了，我得工作。他哭得伤心，我又何尝不心疼。一夜思索过后，我做了个令我后悔终生的决定。我告诉许然，别担心，我可以挣钱让他读书。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家公司找到实习的工作，刚开始的时候日子虽然拮据，但许然很体贴，为了保住职位顺利转正，可以多赚一点，我开始无休无止的加班加点，经常忙得连饭都没时间吃。我已经记不得中间有多少次因为错过了末班车没办法回家，就蜷缩在工位上对付一宿。那个时候许然总会跟我打电话，他在那边复习着，时不时陪着我说几句话。许然考研上岸的次月，我也因为努力成功留在了公司。庆祝的那天晚上，他喝得很醉，笑着亲在我的脸上，他的脸红红的，眼里有光在闪。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许然就像变了一个人。我加班时，他不会再打电话陪我，他说课业太多，没办法分心。再后来，甚至直接搬回了学校宿舍。收拾行李那天，我跟他谈起订婚的事情。我现在还在读书，暂时不想考虑这些，要不再等等吧。他收拾行李的手一顿，抬起头抚了一下鬓角的头发，冲我微微一笑。我这个周末出来，我们去吃烤肉，然后去逛街吧，都好久没有出去玩了。看着他拽着我的胳膊，冲我撒娇的样子，我才安心了不少。现在想来，也许那个时候他只是怕离开了我，就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了吧。我给许然打去电话，却一次又一次被挂断。我不厌其烦地打着，电话终于通了，但我没想到是个男人的声音，语气嚣张又嘚瑟。打没完了，要不要点脸？穷逼还想学别人泡妞，省省吧。我强压心中的怒火，并没有第一时间骂回去。许然呢？让他接电话。我可以接受和平分手，可我却没办法接受这明目张胆的背叛。那边磨蹭许久，才响起许然的声音：我们貌似都还没分手吧？你这样合适？其实我只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正式的答案，这种事没有缘分就算了。可许然却像是吃了炸药一样，瞬间就拔高了声音：你什么意思？那你是要我怎么样？我都陪了你几年了，我的青春不要钱啊！钱？我似乎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钱的事，可我还来不及说话，电话就挂断了。看着乱七八糟的屋子，我也没心情收拾。医院那边又传来催缴单，我给许然打了个电话，毫无疑问被拉黑了。思索再三，我还是先去了医院。病房里住着的是许然的妈妈。许然小时候爸爸就去世了，一直都是他妈一手带大他。为了母女两个的生活，他妈整日都在车间里。等发现不对劲时，因为多年的粉尘吸入，肺里的癌症早就成了晚期。这半年来，我们能做的都做了，老人家似乎也坚持不了多久。原本订婚
也是为了让他安心，知道许然找到一个好归宿，以后可以有人照顾。可眼下站在门口，我迟迟不敢推门进去，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许然的妈妈。可许然妈妈透过虚掩的门看到了我。小林啊，是我们家对不起你。然他实在是太不懂事了。老人家有些浑浊的眼里滚落几滴热泪，拉着我的手不停地道歉。他下午来过了，跟在一个油头粉面的小子后面，没说两句就走了，说什么要赶飞机。我知道他肯定是变了心了。赶飞机？他妈妈都病成这样了，他还要出去，真特么没心肝啊！护士打着手势跟我催缴费，我想着也不能看着老人家断药，可刚拿出手机刷卡，短信一条接一条的蹦了出来。什么凤翔金楼，这个女装，短短一会儿就刷了好几万。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，之前给许然的亲属卡还没解绑。许然他怕是疯了吧？既然我找不到他，总有人找得到。我没有解除亲属卡，毕竟这点钱现在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。他花的越多，他摊上的是越大。转手我就报警了，称自己的钱被盗刷了。我在警局见到许然的时候，他正在撒泼。许然整个人披头散发的，原本精致的妆容也哭得像个花脸一样。见我一来，警察直接指着我道：“报案人来了，你自己跟人家沟通吧。”许然看向我，呼的一下冲了过来：“林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故意的对不对？你明知道我不能有案底的，你就要毁了我对不对？你好恶心，得不到就要毁掉吗？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我就早该踹了你。”瑞东说的没错，越是穷越是计较这些，不就是刷了你一点钱吗？再说了，那也是你自己给我绑的卡。他越说越激动，手指都快要戳到我的脸上了，我却越听越觉得可笑。穷？貌似他比我更穷吧？从他大二认识我到他考研上岸，每个月吃喝用度不都是我出的钱？还有他妈住院的费用，他们家有多少家底给他这个勇气说这种话？我毫不犹豫打开他的手，怒不可遏道：“够了！你是舔那些有钱人，舔到忘乎所以了。你自己是什么出身，你都不记得了。”被我这么一吼，他立马偃旗息鼓下来。跟许然在一起这么久，我几乎没冲他发过脾气，哪怕是他对我闹脾气使性子，我也是好声好气地哄着他，给他买各种东西。见他不仅毫无悔改，甚至一意孤行，我也不想再继续容忍下去，当即表态要他归还所有的钱，不然后果自负。看我一点都不顾及从前的情分，许然张了张嘴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躲到一边打了一个电话。隔着老远，我看他弯着身子直抹眼泪，语气也小心翼翼的。电话那头大概就是他嘴里所谓的瑞东。很快他就又恢复了之前趾高气扬的样子，走过去冲着警察说了几句。我的手机一震，短信提示我刚刚刷出去的钱都回来了。看样子他付出的倒也不是什么都没得到，只是这样以色示人，又如此卑微，能维持多久呢？涉及到亲属卡，密码又是我告诉他的。警察无奈劝我，能把钱追回来就不错了，目前真没办法追究什么责任，让我吃一堑长一智，下次谈恋爱谨慎点。许小姐，等等。出了大门，我叫住了他。又要干嘛？许然没好气地回过头，丝毫不掩饰眼里的厌恶。我们男女关系存续期间，我送的礼物就算了，既然你现在分手了，麻烦您尽快将欠我的钱和我妈给你的玉镯还回来。我相信你也不希望这件事被你的导师知道吧？我承认这样说可能有点威胁的意味在里面，但是许然都做得这么不留情面了，我管他那么多。
算你狠，林冕。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？还装什么温柔体贴？彼此，我会尽快给你的。麻烦你别再缠着我了，我真不爱跟你这种人挨得近，浑身都是臭味。说着，从包里掏出香水洒了洒，那惺惺作态的样子简直让人作呕。许然速度倒是很快，他叫来的跑腿送回玉镯的时候，我正跟我妈在挑选礼物的路上。那天订婚，我爸罕见的也来了。过去这么多年，我已经快记不得他的样子。这一次见面，我只知道他变得很有钱，有钱到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我江边的别墅和半山腰的豪宅喜欢哪种。后来跟我妈说起这件事，她比了个数字。那天我爸给许然准备的见面礼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到我爸的新家时，他正琢磨着新买的鱼缸怎么摆，看到我妈的时候，笑得脸上的褶子都要堆起来了。当初他俩分开的具体原因，我妈从来没提过，但是现在他肯让我来见我爸，肯定是还有感情的，不想掺和老一辈的事情。我借口给我爸摆鱼缸，偷偷将空间留给了他们。没多久，我爸乐颠颠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塞给我一张卡和一份合同。我要带你妈出去溜达，我这有个合同，你替我去看看。爱其实也是个苍蝇腿，你看着来。说完，他冲我挤了一下眼。我那个时候还没明白我爸是什么意思，直到我到了饭局，我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，真是我亲爹啊。酒店门口，我遇到了许然，他正挽着一个男人的手，两人打情骂俏，好不快活。那个男的打着电话，一只手还不老实地放在许然腰上动来动去，黑色的紧身小礼服贴在他身上，勾勒出曲线，一头微卷的长发披散着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周二。他是真的太想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学业不好好上了，曾经还想靠知识改变命运，现在估计是一个字都读不进去了吧。我拿着合同就往里走，许然眼睛倒是很尖，一下子就看到我了。工作日不好好加班，跑这里来摸鱼了，不怕丢工作呀？再说了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价格吗？一顿就是你半个月工资，早点回去写代码吧。他冲我翻了个白眼，娇滴滴地依偎着旁边油头粉面的小子。我冷嗤一声，对他的话不置可否。许小姐还真是心善哈，那我也劝你一句，你有这个钱在这里消费，还不如早点去医院把你母亲的医疗费给交了。一听到我提起这个，他的小脸唰的一下就白了，甚至还有意无意侧了侧身子，似乎不想让身旁的人听到。那男的也只是眼神淡淡瞥了他一眼，似乎在责怪他耽误时间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猜测该不会他压根儿都没跟人家提起自己家里的事吧？然然，你怎么什么人都要说上两句，拉低自己的档次？走吧，耽误了签约，你看我不收拾你！男人大手捏了捏他的腰，嘴里的话也说得让人浮想联翩。许然任由他搂着，脸上极尽谄媚。我默默拨通了我爸发给我的电话，很快一个穿着西装的眼镜男就出来了。小林总，您可算来了，林总都交代过了，您这边请。包厢门被推开的一瞬间，我愣了，里面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许然和那个男的也在。陈秘书一介绍，我这才知道，那个男的叫胡瑞东，是个小富二代，整天无所事事，不是泡吧就是撩妹。今天这个生意也是一早就敲定好的，那边估计也是让他来走个过场。小林总，您别看他这副样子，据说这2年家里的底都被他败得差不多了，不然也不会上赶着多让2成签这个合同。嚯，这许然怕是读书读傻了，
千挑万选就傍上这么个货色，这会功夫，对面两人脸色变了几番了。还是那个姓胡的最先反应过来，举着酒杯就要庆祝合作愉快。可看着我坐着不动，陈秘书哪里会接茬，就那么把他干晾着。现在我是明白，我爸怎么突然就要把这个活给我做了，感情都提前调查好了，就为了让我来出口气，那我也不能辜负了他一片好意。合作愉快，刚刚在门口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胡少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他的眼神飘来飘去，最终落在许然的头上。你干啥呢？还不赶紧跟小林总赔罪？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许然还愣在座位上，听他这么一催，才反应过来。陈秘书，你们真的没搞错，就他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是你们林总的儿子？8成是冒充的吧？他要真是有钱人，这几年还用这么辛辛苦苦的工作。他说的斩钉截铁，似乎认定了我是冒充的。胡瑞东的眼神瞬间变得有些怀疑了，毕竟他也知道许然跟我在一起好几年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林总没眼光？既然这么不信任，那还有什么合作的意义？陈秘书送客吧。眼看陈秘书真的挪了椅子，胡瑞东坐不住了。别，小林总，这都是妇人之见，他不会说话。罚酒。说着，胡瑞东也不顾及在场人的眼光，端起一杯白酒，按着许然的后脑勺就灌，烈酒入喉，呛得他眼泪直流，不停往后缩着。我没说话，他也不敢停，就一杯接一杯灌着。很快，许然就捂着嘴蹲了下去，酸臭的呕吐味道蔓延开来。胡瑞东嫌弃地拽出纸巾擦了擦手。小林总，您看这地方也脏了，要不我请您换个地方，咱们再喝点。我朋友那里新开了个地方，安静，保证没有人打扰。他笑眯眯地冲我搓着手，话里暗示的意味不言而喻。我对这种场合没兴趣，也不想真的跟他合作，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。今天小林总还有别的安排，就到这儿吧。合作的事你回去等电话吧。要不说陈秘书能混到这个位置，短短一会儿功夫，早就把我跟许然之间的事猜了个8、9不离十，直接出言拒绝了胡瑞东的邀约，话也没说得太死。我估计他还要再回去问过我爸的意思。走出包厢老远，我还听到胡瑞东骂娘的声音，中间还夹杂着许然的哭泣和求饶声。看样子这一次他是真的失算了。接到许然的电话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毕竟跟胡瑞东的合作摆在那里，他肯定还得再想想办法。听到许然在电话里哭哭啼啼跟我道歉，我一点心疼也没有，反而觉得他吵得我耳朵疼。你要是一直哭，我就挂了，没什么好道歉的，毕竟每个人选择不一样。你别挂，我能不能见见你？他果然立马止住了哭声，哀求着再见一面。大可不必，我怕我身上的穷酸味熏着你。我可没忘记之前他是怎么说的。对不起，我妈她快不行了，今天她让我跟你说，想见见你。我保证不带瑞东，你就当行行好，见见他。听他这么说，我脑海里又浮现那天他妈拉着我，声泪俱下给我道歉的样子。那天护士就提醒过我，说老太太肺部病变太严重了，估计没有太多时间了，让我们家属多陪陪。但那时候许然连电话也不接，不知道在哪里快活着。我知道了，我到医院的时候，许然正在给他妈擦脸。老太太一看到我就伸出手，还没出声，眼泪就先下来了。原本以为他要劝我跟许然重归于好，可我想多了。我一进门，他就把许然赶了出去，颤颤巍巍指着枕头，让我帮他把下面的东西拿出来。我打开一看，
是一张快递单。小林，填吧，阿姨有些旧东西，到时候你帮我收着。我稀里糊涂地填好了单子，许然妈妈却什么都不愿多说了，又一个劲儿咳嗽起来。护士给她量了量血压，好像不太乐观。我跟许然都被赶了出去。我掏出手机要打车回家，许然却叫住了我：“谢谢你来看我妈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”他指了指不远处一辆扎眼的红色奔驰。行呀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车子挺豪华，就是配置不全，连个行车记录仪都没有。他也不怕出事。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，岂料开出没多久，他猛地一脚刹车就停了下来，捂着胸口就说不舒服，让我把包里的药给他拿一下。我怎么不知道他还有心脏病？但还是按着他说的，伸手去后座拿他的包，可药没掏出来，掏出了一盒小孩嗝屁套。再一回头，他身上的裙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扒拉了一大半下来，露出了雪白的肩膀，上面还有没削的牙印。我冷笑一声，看着他的动作，问他想干嘛，他也不说，拉过我的手就往他腿上放，被我毫不留情地甩开了。林冕，你就帮帮我，这个合同对瑞东真的很重要，我不会告诉他的，你只要签字，怎么样都行。他不死心的又靠了过来，我厌恶的别过头。我真的不懂，从前的许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不是胡瑞东，你也别打这个主意。看我态度坚决，他哭得更厉害了。你别这样，我懂的，以前我们也很合拍的，我今天还穿了你喜欢的颜色。你闭嘴，懒得跟你多说。我腿一抬就要下车，没想到车门啪嗒一声就被反锁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回头看向许然，他一改刚刚卑微讨好的样子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抬手就是一耳光抽在了自己脸上，瞬间就是5个通红手指印。紧接着在我还没回过神的时候，他飞速扯坏了自己的衣服，连头发也被他弄得一团糟。这是你逼我的，林冕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说完他就赤着脚冲下了车，捂着胸口喊着救命。为了钱能豁出去到这个地步，我还真是小看他了。他衣不蔽体的样子瞬间吸引了一大批围观的人，我也成功的被一群见义勇为的群众送到了警局。面对问询的女警，许然表现得惊恐又无措。我就是好心送她回家，可她却非要动手动脚，还趁我不注意把车门锁死了。我力气没她大，费了好大劲才跑下车。你们一定要严惩她，我该怎么做人啊？面对他的表演，我始终不发一言。他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的得意丝毫都没有掩饰。你说完了？看到我胸有成竹，似乎这点不慌的样子，他心里没底了，但还是像一只傲娇的母鸡一样，伸着脖子道：“你自己无耻做的事，还怕让人说吗？”我懒得多看他一眼，还真以为能鱼死网破。不过就是他这条鱼垂死挣扎而已。我掏出手机放在桌子上，看向办案警察，语气诚恳：“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，具体事情经过呢？我手机都有录音录像可以证明。另外，除了自证清白以外，我还要追究这位许然小姐诽谤我、诬陷我的责任。”从病房出来，我就看到许然鬼鬼祟祟地在楼梯口打电话。我知道他肯定把持不住的，我了解他，万一我就说他强奸我。总之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我听得一阵恶寒，还了解我？人呐，有时候盲目自信不是什么好事。你故意的，你算计我。许然咬着牙，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瞪出来了。我可不敢当，明明是你给我设了局，我只是比以前多长了个心眼而已。警察同志，
如果一份证据不能证明，那我估计许小姐的手机怕是也有录像吧，只不过录下的内容不是她想要的而已。听到这里，许然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紧紧抓住了自己的小包。警察也是开了眼，都这个年头了，还有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。许然被拘留的当天晚上，我接到了医院的通知，他妈妈还是没能挺过去。想着老太太对我一直还不错，也不是不分是非的人，我爸也劝我过去搭把手，咱家也不缺这个钱，你过去看看有没有帮得上的。我爸喂着鱼，说得轻描淡写，是，知道你钱多，也是，你就去看看。我妈忍不住阴阳了一句，我爸瞬间就老老实实了。胡瑞东的那个合作，到底还是被我给拒绝了。毕竟苍蝇腿的肉要不要也一样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个合同我看了，有一条还玩着文字游戏，怕是真签了还得惹一身麻烦。陈秘书后来也说，去他们工厂踩了个点，那个环境，苍蝇都得连夜搬家走。本来这单就是给餐厅后厨的食品供货，这种品质怎么可能合作？所以毫不犹豫的就被淘汰了。听说还有媒体对这个事大肆宣传了一番，胡家的生意一落千丈。转头胡瑞东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我的电话，又求到了我头上。小林总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再给个机会。我之前不都是被人挑拨的，我给您赔罪。这样，许然出来了，我让他找您去，您说个地方，保证给您伺候舒服了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跟这种人没什么可说的，好不容易跟他们划清界限，想着可以休息几天了。陈秘书拿着视频慌里慌张地上门了。许然在个人账号上上传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他穿着一身黑，气色不是太好，正娓娓诉说着他的经历。标题是林氏公子求爱不成，害死寡母，抢夺孤女财产。下面的评论清一色的都是骂我的，骂林氏的。这两个人还真是贼心不死啊！我爸倒是依然淡定的喂鱼，把陈秘书急得团团转。作为许小姐的朋友，我真的是痛心疾首，为她的悲惨遭遇唏嘘。林家作为行业龙头，居然纵容这种人作奸犯科，还希望各位媒体以及司法机关可以还许小姐一个公道。胡瑞东趁机举办了新闻发布会，在公司门口慷慨激昂地伸张正义。许然坐在一边，捏着手帕，配合着流眼泪，一副受尽雨打风吹的小白花的模样。说得好，胡少为了许小姐还真是一番苦心啊！我直接走上前，当着媒体的面为他鼓起了掌。就是他，害死了人家妈妈，还把人家祖产都占了，真恶心啊！就是，听说是想强迫那个小姐姐，人家不干，我就说越有钱越学坏吧，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。台下一时间议论纷纷，胡瑞东也挺直了腰杆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只有许然暗暗低下了头。这是何秀芬女士，也就是许然小姐母亲签署的赠与协议，也就是说，何女士是自愿将名下房产赠给我的当事人林勉先生的。看着律师手里的协议，台下鸦雀无声。最后去收敛阿姨遗体的时候，就有律师找到了我。那个时候我也是拒绝的，毕竟我跟许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了。可律师还交给我一封信：小林，这几年多谢你对我们母女的照顾，是许然不懂事，是他没有这个福气，他怕是没有那么能力偿还你的钱了。家里老宅那块地多少还值一些，现在他归你了，我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你是个好孩子，阿姨祝你以后一切都好。
那封信是老人家口述，律师执笔的，按着他的手印，也没办法做得了假。他们想用舆论的力量逼我交出房子，顺便还能搞垮我，难道我就不能了吗？还有这么多年许然小姐对母亲的照顾，要不要一起回顾一下？陈秘书按我的吩咐，一早就用电脑准备好了，屏幕里是这些年许然在病房里的记录，不管是他向病床上的和阿姨要钱时候的丑恶嘴脸，还是他捏着鼻子嫌弃和阿姨尿到床上的厌恶表情，更甚至还有他气头上推搡老人家的画面，一一都呈现出来了。说起来还真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许然攀上胡瑞东后，偶尔也去医院几趟，但是态度一次不如一次，仗着男友有点钱，3天2头对值班的护士吆五喝六，拿人家护士当服务员使唤，非让人家大晚上给病人买粥，不给买就投诉，半个护理部的人都让他得罪完了。最后一次去的时候，人家拉着我看了半个小时的监控，好一顿吐槽，我当时留着一手，全给拷贝下来了。真是能装，搞什么吗？恶人先告状，真没看出来呀。这女的下手还真狠，老太太都这样了，还动手呢。听说他妈都是为了他才病成这样的，他还嫌弃呢。听着台下议论纷纷，许然不知道是羞愧难当还是害怕了，捂着脸哭得不能自己。胡瑞东站在台上，是上也不是，下也不是，这一次他的算盘是彻底想不起来了。听说他们家的股票已经跌到了谷底，感谢各位对林氏的关注。最近我们新上市了一个连锁，看着陈秘书对着媒体滔滔不绝介绍着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胡瑞东怎么也想不到，一个让我身败名裂的记者会，反而成了林氏的新品宣传会。后来据说胡瑞东家里因为他这么一折腾，彻底回天乏术，原本谈好的几个小单子也因为记者会被企业给拒了。一夜之间，公司的资金链直接崩盘，他老爹气得进了 ICU， 公司也直接宣布了破产。他每天想的都是要东山再起，挨个给合作商打电话，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。许然依旧跟着他，被他用来当成笼络人心的工具。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穿着一身火红的包臀连衣裙，画着不符合年纪的夸张妆容，胸前一片春光，正被一个大腹便便年过半百的老头子搂在怀里，被迫贴贴。他双眼满是空洞，脸上的表情显然是已经麻木了。呵斥声传来，胡瑞东的大手毫不留情地扇在他的脸上。妈的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让你赔个笑脸，还委屈你了，真当你还是象牙塔里的高材生？哦，差点忘了，发布会以后，许然已经因为行为恶劣，严重影响学校形象，被开除了。许然拉着他的裤腿哀求，口口声声喊着那个周总太变态了，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说罢将裙子拉了起来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青紫的牙印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也得给老子受着，再给我哭丧着脸，有你好果子吃。胡瑞东一脚将他踢翻，抖开他的手包，将化妆品一股脑地塞在许然的怀里，催促着他赶紧补妆进去。这一切都被楼上的我尽收眼底。他大概也想不到，只是一抬眼的距离，又是另一种人生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